大家好，我是小颖，今天用娃娃菜来分享一道家常菜，这样做出来口感鲜嫩细腻，清甜且多汁，非常顺滑入味，吃起来也特别的好吃。主要是它的做法也非常的简单，几分钟就能轻松的掌握。接下来我们一起跟着视频，看看这道娃娃菜是如何制作的吧。首先，我们先准备适量的娃娃菜。我们先把它放入水中，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搅拌一下，加盐浸泡，这样有助于去除虫卵和杂质。搅拌均匀后，先浸泡10分钟。10分钟后，我们把它清洗干净，确保每片叶子都被清洗干净，特别是叶片的根部和缝隙处。把它控水捞出，放在案板上，再把它对半切开，顺着纹路切成小条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一个皮蛋，把它的皮剥掉不要。一个咸鸭蛋，也把它的皮剥掉不要。再把它改刀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浸泡好的香菇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条腊肠，把它切成小块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再准备1把大蒜，把它切成片。切好后，把它放入盘中备用。接下来起锅，倒入适量的清水，把水煮开。煮开后，加入1勺的食用盐，同时再加入少许的食用油。再把娃娃菜放入锅中焯水。加盐和食用油，焯水的目的是保证白菜不变色。将娃娃菜焯水煮熟之后，控水捞出沥干水分，放入盘中摆好盘。接着再起锅，把锅烧热，倒入食用油，把蒜片放入锅中，把它炒香。中小火给它煸炒，炒到有点变得黄色就可以了，不需要炒太过火了。再把咸鸭蛋、皮蛋、香菇、腊肠放入锅中，把它们的味道全部炒出来。亲爱的朋友们，制作视频不易，小颖每天都会分享简单实用的家常菜。如果今天这个视频对你有所帮助，记得给小颖点个赞哦，或者留言转发一下，非常感谢大家的支持。炒至闻到香味就可以了，然后加入适量的开水。我们来调个味，加一点点的食用盐，不需要太多。
因为这个咸蛋黄有咸味，半勺的鸡粉，再来半勺白糖增加鲜味，一点点的胡椒粉，把它们煮开。煮开了后，再加入洗干净的枸杞，最后加入少许淀粉水，勾一下芡。再次煮开，就可以关火了。调好的汤汁，给它淋到娃娃菜上面来。再加入一把葱花。这款好吃又好看的上汤娃娃菜就做好了，口感特别鲜甜，菜色则鲜亮，汤汁清澈，保留了娃娃菜的脆嫩和清香，每一口都令人感受到自然的馈赠。简单的食材，通过精心的烹饪，展现出食物最纯粹的味道，既健康又美味。它不仅是一道美味的开胃菜，更是日常饮食中不可或缺的营养选择。好的朋友会问，娃娃菜和白菜是一样的吗？它们虽然同属十字花科，但它们并不是完全一样的蔬菜。娃娃菜体型较小，叶片厚实，呈球状或心形；白菜体型较大，叶片宽大且平展，通常呈长椭圆形。娃娃菜常用于清炒、凉拌或作为火锅配菜，因其外形可爱，更加吸引人。白菜常用于炖、煮、炒、腌等多种烹饪方式，是制作汤品和腌制菜的常见选择。虽然娃娃菜和白菜在某些方面相似，但它们在形状、口感、营养和用途上都有明显的区别。根据不同的烹饪需求，可以选择适合的蔬菜。挑选娃娃菜时，可以参考以下几点：一、颜色，选择颜色鲜亮、均匀的娃娃菜，避免选择发黄或有斑点的；选择叶片紧实、无皱褶、无损伤的娃娃菜。二、手感，用手轻轻捏一下，选择质地结实、没有松软感的娃娃菜。三、根部，根部要新鲜，颜色应该是白色或淡黄色，避免选择根部变黑或干枯的。四、气味，新鲜的娃娃菜有清新的蔬菜香味，避免选择有异味的。通过这些简单的挑选技巧，你可以选择到新鲜、美味的娃娃菜，享受健康的美食体验。喜欢的朋友记得点赞和收藏。如果想吃但不会做，随时都可以找到我。每天不知道吃什么，关注我，让您的家常菜丰富起来。好了，今天的视频就分享到这里，我们下期视频再见。